来吧，新玩具，思阳文化的萨克巨人测试版，我给你们搞过来了，咱们先睹为快一下吧。其实这一次里边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目前桌面上边这么多的配件，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板件，里边的东西拆下来都是作为读孔的。我现在装上去了一部分，这些是备用的。因为玩具的尺寸很大，所以为了节省成本，它都是左右同模的，有一些同孔位的零件需要赌一下。当然，目前手上的这个还是测试的版本，身上有一些细节，后续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们还是要以大货为准。首先来看小零件组，这里边除了扎克领主的这个小头领之外，还有惊破天和通天晓的小人偶，用透明零件直接注塑出来的。小头的造型基本上也是很简单的啊，胳膊这里可以动一动，腿部就是这么往过一翻，哎。变形成了脑袋。扎克领主本身就是个头领战士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头雕安上去过方，所以他这回会多带一个替换的脑袋，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人形的好看吧。你安上了这个可变形的头，看起来就方方的了。而且头部左右虽然还有可动，但是多少还是会影响的，被侧面的这两个衣领子卡到了。扎克领主因为可以变形，身上的大部分的关节活动范围也是可以的。腰部左右有旋转，脚部有接地啊，膝盖的位置来回的弯折没有问题。变形的过程很简单，我们先把手臂跟这样对折一下，侧面的肩板贴下来，然后顺着胸板下方抠起来，把两个胳膊双关节错下来，贴到肋下的凹槽里，双腿结合，顺着这里翻转，脚尖插下去。这时候下方的板子又有一个卡扣跟这里进行连接，那大头的位置就变好了。拿出来它的帽子，不过这一回戴帽子的过程啊，需要把眼镜摘掉，头盔顶盖掀开，把这块面罩抬上去，顺着下方这里滑动套合顶上去，这个时候才可以戴上墨镜。再把面罩翻下来，头顶盖上。在大枪的侧面这里有一个强力磁铁，击一下眼灯就可以发光了。方形的两个灯啊，看起来无比的智慧呢。然后是他的小弟萨克卫兵，名字叫做紧追啊。手臂上面的炮，目前来说的测试版本，这个轴的尺寸还是差了一点点，稍微的有一些松。这个炮本身应该可以安在这个位置啊，但是扣子因为还不是太紧，后续还是需要调整一下的。该有的可动关节也都还行，腰部旋转，膝盖弯折，后背这里看干干净净，头胶的空洞也不是很明显。人形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体型很匀称，胸口这里有透明的零件作为填充，但是我总感觉这个角色很像擎天柱呢，无论是胸甲还是脑袋的造型啊。我们来变形，头部先稍微的往上翘一点点，背后的这块零件钻过来，和前方的扣子挂住，两个手臂往前翻，接着顺着二头肌旋转一下，也是为了隐藏下方的头胶位置啊。好，上半身就变成这样。腿部变形，掀开小腿后方的盖板，这里边有一个扣子插合的地方，接着整个的缩短它，两个夹起来，换了一个档位去插，把这里再固定结合，然后腰部旋转180度，注意看裤裆前方这里有两个小凹槽，90度立上来，跟里边的扣子卡上，双腿就可以结合。接着再从这个后腰90度往下放，这俩小枪又掉了。造型来说还是挺不错的，6个轮子也都是可以滚动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胸板，通过下方的插槽，胸口这里是有着能力数值的刻画，不过只是涂装，并不能做成联动的效果。此外，胸板内侧有一个开关，波动，胸口中间的面板就会发出光来，里边其实是一种网格状的，不过太亮了，镜头里可能捕捉的不太好。光线调暗一点，眼灯的效果就很明显了。这个，哎，莫名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然后我们把4个大炮插上，大炮这里也是用了金属漆做了涂装效果，还挺闪亮的。掏出盾牌，一共3个结合位点，插在手臂外侧。
大枪用拇指握这个口。于是这样才是这款萨克巨人的完全体。到头顶的高度在46公分左右。细节方面来看，两个天线可以活动，脖子左右360度可以旋转，肩膀关节里边有齿轮，但是无法做到360，会被后边的腿部造型卡到。平举关节靠这一段已经可以举到90了。变形这里还有一段关节，所以可以整个的举高。二头肌左右旋转，这里也是齿轮关节，并且在小臂下方这里还做了一段，所以你就可以调动中间的这一块，让它呈现出来往里弯折或者往前曲臂，并且这个关节里边也是齿轮定位，下方这里还有一些挡肉的造型。标志性的大钳子可以往下窝动90度。上边这里的夹子也是可以打开很大的幅度的，前方的这两个指头可以单独的活动，不过指头里边看着就很明显的偷胶了。背后来看可以说是干干净净，把蝎子的大尾巴盘了上来，同时把里边的这些蝎子腿也全部背在了后背，并且长出来的部分还收纳到了胸腔里边去，所以背后这里不会显得多出来一块扎着叉叉的。腰部活动360度齿轮的关节，胯部前踢齿轮，后踢都是90度没问题，侧踢变形需要也可以踢平。大腿根部齿轮关节360度旋转，膝盖这里有着透明零件嵌进去的刻画效果。变形的需要，腿部弯折。折叠过来180度，双关节没问题，里边也是齿轮。脚踝全部的左右接地，并且脚底这里都没有空洞。也是因为变形结构的关系吧，给我感觉这款萨克巨人会缺一点脚后跟，后边这里太平了呀。不过好在从侧面看，这一款的重心位置把握还是不错的，所以如果不是摆特别夸张的姿势的话，站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从侧面看起来，身材就显得有一些扁扁的了。像这种大型的激励金刚变形就是比较简单的了。我们第一步先把前方尖头的两个尖炮摘下来，然后记得手肘的这个位置拧一下方向，让它的大钳子可以朝里这样折动，旋转180度提起来，接着用这个关节把它向脑袋中间靠拢。翻到后背来，背包这里打开下方的插扣，延展开，上方这里还有两个很长的插扣，继续往下拉，让这块面板整个都落下去。蝎子的腿部全部藏在了腹腔里面，我们就可以把这里全部拨出来。里边腿的这个关节还是挺多的，稍微的调整一下造型。接着打开前方的胸板，再把这一层板子打开，顺着里边往后抠这一块的板子，等于把胸腔里边整个都框起来，也把蝎子腹部这里的空洞给它填住，遮盖。这个时候顺着腰部旋转180度，拧到这边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来了。腿部这里后边有一个盖板，这里会插得很紧，把它整个的抠开，然后脚往回折叠90度，前脚尖收回去，再把这个盖板锁起来。顺着里边的双段关节折叠。双腿中间这里会有一个咬扣，记得把这里结合上。刚才翻过来的这块面板中间有一个方扣子，和旋转过来的裆部结合锁住。蝎尾这里两个无损的咬扣，把它锁上。肉乎乎的大尾巴，打开这个盖板，从里边翻出一节，再打开这一层盖板，从里边再翻出一节，尖儿给它抠出来，盖。大蝎子的基本形态有了，我们开始装饰。掏出来这块盾牌，前后拔开，左右两块这里有两个畸形的咬钩，划开。
顺着腿板的这个造型把它贴上去，扣住。G1的这一块好像是一个弧线的电镀板架，思阳的这个方方的银漆造型，然后把盾牌的这两面叠起来，顺着这个扣子扣在尾巴上面。刚才拆下来的这两个肩炮可以卡在手臂的侧面，让大钳子增加火力。里边还带了8个特效键，我们就可以将它们插在炮口。扎克领主变回人形，放在胸腔里边进行驾驶。那么好，思阳文化的萨克巨人蝎子形态我们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说的这个样子还是比较帅气的，对于 G1形象的一个还原度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很漂亮、很复古的一种风格。但是呢，因为碍于变形结构以及它最后要收纳这一块的腿部折叠，胸口里边就没有了 G1原始的那种很好玩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蝎子腿可以联动的效果，换来的是超可动的多关节腿部。但是在可玩度和还原动画造型上来说，第三方一般还是会去选择还原动画造型。不过可玩性方面还是有一点的，尾针这里它做了一个弹射机构，下方这里有一个钩子，用指甲抠一下就可以发射弹射的子弹了。但整体的一个完成度，包括它上边的一些涂装细节、造型的刻画，这边的喷口以及一些还原的元素来说，我觉得这一款的蝎子形态做的还是不错的。那咱们最后也是继续把它变成基地形态，先把手臂上的主炮摘掉，肩膀的这个也摘了，顺着这里掰一掰手臂的关节，直接把它立起来，扭正。打开胸口，掏出里边的扎克领主，翻到后背来，把这一块板子顶进去，然后把腿全部折叠，并排团进去，关节还是挺紧的。好，8条腿以这样的形式装在里边，拆掉尾部的盾牌，打开这段盖子，这段盖子收纳，装，折叠，装，拆开后方的无损咬扣，腿部立起来，左右的扣子打开，一劈两半，平放下来，顺着这个角度看。和这里结合插入，前方的跑道我更愿意称它为一个滑梯啊，就变形好了。腿部变形依旧是打开这一块面板，抠出里边橙色的跑道 Z 字折叠，这个根部还有一段翻折啊，往出拉一下，摆一个斜点的造型，然后再翻起这两个维修的臂爪，哎。大腿侧面这里呢，往起翻盖子，防空弹幕把它斜着转出来。腿后方这里，刚才我们插上去的这块装饰件拔下来，掏出你的大枪，把侧面灰色的这块零件整个的抠下来，里边也都是插扣啊，然后用这个圆桩子把它插在这儿。G1的萨克巨人其实一面是这种维修的机械臂，有一面是那个升降的电梯，但这回两边都做成了这种机械臂。拆下另外一边的银色板，再把这个橘色的大炮可以插在这儿。还有一点小细节注意啊，这个腿部的双段关节在变成基地形态的时候，向下错一扣，让紫色和绿色的零件稍微错开一档，这个样子你就可以紧贴地面了。最后进入装修阶段，腿板上抠下来的两个银色零件插在这儿，两座大楼。
胸板顺着里整个180度翻开，让这块空的地方填平。掏出你的这半个盾牌，下方有2个大方插孔，顺着这个窟窿怼进去。2个夹子摆一个稍微斜点的造型，然后肩炮就可以随便的往上插了。同样基地形态下挺可惜的，原先的 G1 萨克居然它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类似于往起抬的翻板，一按开关，这个翻板翘起来，就可以把小车坐滑梯滑下来了。不过它把跑道做成了这种灯光特效，打开同样胸板的那个开关灯，这里边会有6个箭头表示着前进。最后我们也是把卫兵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检修，扎克领主站在 C 位，就可以摆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场景了。当然，现在的这个造型也并非千篇一律啊，左右的这2个大炮可以按你的需求来回的调换，包括后边的主炮部分也是你想咋摆就咋摆。翻回来，你想，咱们变完圈有句俗话，有仨跑道，谁都可以摆出基地形态。其实你细想，这些基地金刚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萨克就是举起双手来一字马打开腿，主要最后的基地形态，我觉得还是这些小配件的互动，还有这些装饰的效果，就跟你家里边装修一样，硬装的部分无非就是拆个墙、刨个地、铺个地砖、弄个壁纸，而最后搭配出怎样的一个装修风格，还得看你的软装部分和一些家里的小饰品点缀。所以这也可能是我们对基地金刚这么多年来依旧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你说这么大一个家伙变一圈跟个健身器材似的，其实还挺费劲儿的。但它好玩就好玩在身上的各种机构、身上的各种武器机关和这些小比例的玩具搭配在一起，互动出场景的时候，看起来也是非常壮观。当你满身大汗把这些东西都摆列好了以后，心里所获得的那份悸动，或许就是对我们小时候求之不得的一种报复心理得到的满足感吧。那么总结来看，思洋文化的这款萨克巨人3个形态，其实对于 G1 的还原度来说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它就是想着尽量的去还原动画片里边所谓基地形态、蝎子形态和人形的各种尺寸以及比例方面的一些细节。其实说起来， G1 的萨克巨人应该是很多玩家的痛点吧，因为 G1 的老玩具好像没怎么再版过，也没怎么复刻啊。倒是后来 KO 版甚至都炒到了1000多块。你想想，这个东西的市场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可能也是情怀作祟。到了后边官方推出泰坦萨克巨人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改革，美型度有了大面积的提升。后来因为断了货，也一度炒到了4位数。这一次的思洋文化目前的定价还没下来，但是如果参考他家之前出品的猛大帅的话，这款的价格应该是能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材质方面，我个人感觉比上一款猛大帅的那个料子摸起来更加的有润泽感。虽然没有猛大帅的发光模组带的那么多，但丰富的配件也是让玩法增添了不少。全身大部分的关节都使用了齿轮来增加定位，毕竟尺寸过大，重量也放在那里。但目前还是一个测试版，并不能代表最终大货的品质，最终还是看大货的表现吧。那么大家看过之后，觉得思洋文化这一次的萨克巨人做得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